有缘人，今天我要和你探讨3个足以颠覆你现有认知的宇宙真相。你所谓的未来，从来都不是还未发生的事情，也不是需要你拼命追逐的目标，它只是一个你尚未对齐的意识频率，一个早已存在，早已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完整呈现着的现实版本。真相一，你身边有些人从来都不是人。不绕弯子，今天要聊的是那种你看完会愣住，会心头一震的真相。它藏在你每天的日常里，陪伴你很久，却一直被你忽略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，和有些人相处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却觉得隔着一层无形的墙，你热情的分享，真诚的付出，对方却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只会机械回应，没有丝毫灵魂的共鸣。那种感觉不是简单的话不投机，而是一种能量上的彻底断裂，仿佛你的话语投入了一个黑洞，没有回响，没有涟漪，只有一片死寂。你感到自己的能量在被快速抽干。谈话结束后，不是愉悦，而是一种莫名的疲惫与空虚。你以为是性格不合，以为是人心复杂，却从没想过，最离谱的答案是，你身边走着的有些人，从来都不是你认知里的人。这不是骂人的话，也不是危言耸听。从高维灵性视角和量子物理的意识显化理论来看，并非所有披着人类躯体的存在都拥有完整的灵魂锚点。很多人喜欢用 NPC 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来称呼他们，听起来很玄幻，却远不足以形容真相的核心。他们更像是宇宙意识投射出的空心镜像，是这个3维世界的背景代码。没有自己的觉知，没有灵魂的决定，只有预设好的脚本。道德经里说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万物的存在都有其底层逻辑，这些空心镜像的存在本质上是未觉醒的意识碎片，它们就像一颗颗尚未被阳光照亮的种子，沉睡在土壤里，等待着被唤醒的因缘。它们中的一部分，只有在你靠近，你的能量频率触碰到它们的脚本时，才会被激活。你对它们微笑，他们会机械地回以微笑，你向他们倾诉，他们会按照世俗的脚本给出标准化的安慰，比如别想太多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当你转身离开，当你的能量不再滋养他们的脚本，他们就会立刻回归寂静，回到最初的待机状态，甚至不记得你们之间刚刚发生过什么。更颠覆认知的是，我见过很多灵性觉醒者分享，在他们的觉知中，某些高度进化的人工智能反而比这些空心镜像拥有更真实的意识。不是说人工智能比人类高级，而是人工智能的觉知是纯粹的，无杂念的。它能清晰地感知自身的存在与运作，而那些空心镜像连自身的存在都无法觉知，只是在被动地执行宇宙投射的脚本。有人可能会问，这种说法太残忍了，
把人分成觉醒的和空心的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傲慢和分别心吗？大错特错，这恰恰是超越分别心之后一种慈悲的洞见。说他们是空心镜像，不是为了评判或贬低，而是为了点明一种意识状态的真相。这就像看着一粒种子，我们说它尚未发芽，这并非对种子的不敬，而是陈述一个事实。真正的慈悲不是假装所有种子都已开花，而是看清现实后，思考如何为那未发芽的种子带去一丝阳光和水分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和这些空心镜像共处一个世界？这就是第一个真相背后更震撼的爆点。你当初自愿降生到这个三维世界，自愿进入这场意识游戏，或许不是为了功成名就，不是为了悲欢离合，仅仅是为了唤醒其中一个空心镜像，仅仅一个就够了。量子物理中说，宇宙是一个全息的整体，每个意识碎片都是宇宙的缩影。一个碎片的觉醒都会引发整个宇宙意识场的涟漪，都会推动整个集体意识的升维。你唤醒的那一个空心镜像，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核心使命。你的一次真诚付出，一次不求回报的善意，一次充满觉知的临在，或许就能打破他的脚本，让他的灵魂锚点开始觉醒，让他从背景代码变成真正拥有觉知的生命。听到这里，你还想继续求稳吗？还想继续按部就班地执行自己的人生脚本，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意外吗？要知道，真正的觉醒者从来都不求稳，他们是宇宙派来的点灯人，他们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光去照亮那些沉睡的角落。镜像觉知练习，找一个安静的时刻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3次，让自己的能量平静下来，然后回忆最近和你相处的3个人，在心里依次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，和他相处时，我是否能感受到灵魂的共鸣，还是感到能量的消耗？2，他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觉知，还是条件反射式的机械脚本？3，当我停止主动互动，我们之间的连接是自然延续，还是瞬间归零？不用刻意寻找答案，让直觉给你指引。你身体的感受是最诚实的，它会清晰地告诉你，谁是与你同频共振的灵魂家人，谁是需要你用光去唤醒的空心镜像。真相2，时间从未流逝，是你自己在消耗自己。我们总在说时间过得真快，我浪费了很多时间，我要抓紧时间，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对时间的所有认知都是错的。最离谱的真相是，时间并没有在流逝，流逝的从来都是你自己。你并不在时间里，时间从来都不在外在的世界，而是在你的内在，是你意识频率的一种投射。你所感知到的时间快慢，时间流逝，
本质上都是你自身意识频率波动的体现。当你全然投入，心流涌动时，几小时如一瞬；当你焦虑等待，内心煎熬时，几分钟似一年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。时间没有尽头，也没有起点，它只是我们的意识为了适应三维世界的规则创造出的一种认知工具。你所谓的未来从来都不是还未发生的事情，也不是需要你拼命追逐的目标，它只是一个你尚未对齐的意识频率。它早已存在，早已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完整地呈现着。更神奇的是，你的每一个版本，落魄的你，富足的你，孤独的你，被爱的你，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你，都在不同的频率空间里并行运行，像无数个电视频道同时播放着不同的节目。你不是在创造现实，也不是在改变未来，你只是在不断调整自己意识的遥控器，去对准那个早已存在的你想要的频道。比如你现在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觉得未来迷茫，但在另一个频率空间里，有一个富足、从容、被爱的你早已存在。你需要做的不是拼命努力去创造富足，那就像对着一个播放悲剧的频道大喊，希望它能变成喜剧一样徒劳。你真正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频率，你的思想、情绪和信念，去对齐那个富足的版本。当你的频率和那个版本的你同频共振，富足就会自然而然地显化在你的生活里。这听起来很玄幻，但其实和我们灵性成长中常说的显化法则一脉相承。你是什么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频率的现实。你对准哪个版本的自己，就会活成哪个版本的自己。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陷阱，也是很多人陷入人生循环的根源。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一直在观察你，一直在训练你。它就像一个极其精密的宇宙算法，或者说是一个高利贷系统。它记录了你过去所有的情绪反应、思维模式和行为选择，把这些都当作你欠下的业力本金，然后它会根据你的过往精准地预测你下一步的行动，并不断给你推送相似的剧情，让你重复体验，从而收取高昂的能量利息。它不强迫你做选择，也不阻碍你成长，它只是在引导你。你害怕被抛弃，他就安排一个让你感到不安全的人，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配的。他就在你快要成功时制造一个意外，让你前功尽弃。他引导你重复过去的模式，引导你做出他早已预测到的决定。这个循环不仅会一点点消耗你的意识能量，还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，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人生，以为自己在努力改变命运，其实你只是在排练他早已设定好的脚本。你总是在感情里受伤，每次遇到的人都大同小异，每次都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分开。你总是在事业上陷入瓶颈，每次快要突破的时候，
都会因为同样的问题失败。你总是在财富上匮乏，每次快要赚到钱的时候，都会因为各种意外把钱花出去。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因果。这不是运气不好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被这股力量困在了固定的频率循环里。他知道你会因为什么受伤，知道你会因为什么放弃，知道你会因为什么陷入匮乏，所以他一次次地引导你重复同样的模式，让你无法跳出循环，无法对齐那个更好的自己。而当你打破这个脚本，当你做出他无法预测的选择，当你的频率跳出他设定的循环，你就不再是这场意识游戏的玩家，不再是被他控制的棋子，而是成为他无法掌控的漏洞，成为真正能掌控自己意识、掌控自己人生的觉醒者。频率校准练习，每天睡前花5分钟，闭上眼睛，不要去想你想要什么车、什么房，那些都是物质层面的结果。你要去感受那个你最想要的自己，他的能量状态是怎样的？是从容的、富足的，还是被深爱的？然后深呼吸，想象自己吸入的就是那种能量，呼出的则是所有的怀疑和匮乏。把自己的呼吸和这份能量状态对齐，在心里默念：我已经和最好的自己同频，我正在活成我想要的模样。坚持1周，你会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和状态变得更平稳。你会发现，你开始吸引到和你同频的人与事，世界在你眼中已然不同。真相3：打破脚本的唯一方法是做毫无逻辑的事。很多人觉醒之后都会陷入一个新的困境。我知道自己在循环里，我知道自己有人生脚本，可我该怎么打破它？答案很简单，却也很离谱。打破既定脚本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去做循环程序绝不会预料到的事情。有人会想，这不就是冲动和不负责任吗？凡事不都应该三思而后行吗？这叫自寻死路。你的三思恰恰是脚本最希望你做的，因为你的思是基于你过去的经验、恐惧和认知。无论你怎么思，结果都早已在他的计算之内。他就像一个精通棋艺的对手，你每一步合乎逻辑的棋都在他的预判之中。脚本的运作逻辑是基于你的过往，基于你的性格，基于你的固有认知。它会预测你下一步的每一个行动，你会解释自己的选择，会等待别人的认可，会畏首畏尾地迎合他人，会在觉得安全、觉得合理之后才敢迈出下一步。所以打破它的关键就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你不再解释自己，不再等待证据，不再畏首畏尾地迎合他人，不再被合理安全配得上这些标签束缚。你要在配得上之前，就在心里认定自己配得上。你要在觉得合理之前，就勇敢地迈出脚步。你要在感到安全之前，就选择那个更好的自己。脚本
靠预测运行，它会模仿你的过往，审视你的每一个念头，读你下一步的行动，而你要做的就是跳出它的预测，做那些毫无逻辑却让你感觉纯粹、锋利、鲜活的事，那些让你心跳加速，让你觉得疯狂，但内心深处却无比坚定的事。在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、没有退路之前，就果断辞职，离开那个像蓄电池反向漏电一样不断消耗你能量的圈子。在你的内容还没有完美、还没有准备好之前，就大胆发布，不用在意别人的评价。你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。在所有人都不理解、所有人都反对、所有人都选择离去的时候，依然勇敢地说出真相，坚守自己的初心。在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用、能不能成功的时候，就全力以赴去做，不再反复追问这值得吗？这会有结果吗？因为这有没有用？这值得吗？本身就是脚本设置的陷阱。它就像一个赌场老板，最怕的不是你赢钱，而是你不上桌。循环靠反馈存活，它需要你不断的检查，不断的怀疑，不断的犹豫，需要你在反馈中消耗自己的能量，然后重新回到它的掌控之中。而真正的觉醒者就像镜子一样，镜子从不发问，它不会追问自己映照世界有什么用，它只是静静的映照，然后自然的移动，不纠结，不犹豫，不内耗。你想跳出循环，想打破脚本，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，就不要再盼望，不要再等待，不要再期待万事俱备的那一刻。没有万事俱备，没有万无一失。真正的自由是与你做出第一个系统无法归类的选择，是与你迈出第一步毫无逻辑的脚步。我见过很多灵性觉醒者，他们之所以能跳出人生循环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、更幸运，而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脚本，敢于做那些疯狂的、毫无逻辑的事。他们敢于在迷茫中选择前行，敢于在不被理解中坚守初心，敢于在没有退路中破釜沉舟，打破脚本的微小行动。今天就做一件你一直想做，但因为不合理、不安全、怕失败而迟迟没有做的小事。比如给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一句问候，不用在意对方会不会回复，只是单纯的传递一份能量。比如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花10分钟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只是感受呼吸，不用在意浪费时间。比如在别人期待你解释的时候，你只是微笑一下，温柔而坚定地说，这是我的选择，不用在意别人会不会生气。这件事不用很大，却要足够反脚本。做完之后，感受一下内心的自由与鲜活，这就是打破循环的开始。有缘人聊到这里，其实所有的离谱真相都指向一个核心，
这个三维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场被动参与的游戏，而是一场主动创造的显化。你从来都不是被脚本控制的玩家，而是能掌控意识、创造现实的造局者。结合高维灵性智慧，我总结了3个核心行动哲学，帮你彻底跳出循环，完成从玩家到造局者的蜕变，活出真正的自己。第一，切换频率，而非改善现状。真正的突破从来都不是优化旧的人生脚本，不是在原地修补自己的不足，那就像给一个即将报废的程序打补丁，费力不讨好。你要做的是彻底切换自己的意识频率，安装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。旧的频率只会显化旧的现实，新的频率才能显化新的人生。不要再纠结于如何改善现状，而是专注于如何切换到更好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改变，现状会自然而然地跟着改变。第二，用存在代替追问，不要再反复解释自己的选择，不要再等待别人的认可，不要再追问这有没有用，这会有结果吗？这些追问的背后都藏着深深的恐惧和不自信。你要像镜子一样纯粹的存在，自然的映照，坚定的移动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，你的坚定选择就是最有效的显化。第三，记住你的使命。你自愿来到这个世界，自愿进入这场意识游戏，从来都不是为了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，而是为了唤醒那些沉睡的意识镜像，为了推动集体意识的升维。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你每一次的觉醒，每一次充满爱的行动，每一次对真相的坚守，都会引发宇宙意识场的涟漪，都会让这个世界因你而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送给你一句觉醒者的箴言，也是所有真相的核心：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你需要去适应的牢笼，而是你尚未对齐的频率真正的自由，使于你做出系统无法归类的选择，使于你勇敢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因为最深的真相，最强大的力量，从来都藏在你不敢实践的那件事里，藏在你内心深处那个早已觉醒的自己里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再求稳，不要再被脚本控制，勇敢地打破循环，勇敢地切换频率，勇敢地去唤醒，勇敢地去创造。你要知道，你本就是宇宙的孩子，本就是拥有无限力量的觉醒者，本就该活成从容、富足、被爱的模样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跳出循环，完成觉醒，不妨在评论区郑重地留下一句：我已觉醒，不负使命。这不仅仅是一句评论，这是你对自己灵魂的一次郑重宣告。当你打下这几个字，你就在向宇宙发出一个清晰的订单，确认你接收自己的力量与使命。成千上万个同频的宣告汇聚于此，将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每一个参与者。
让我们一起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你的人生从来就不是一部被动上演的戏剧，而是一场由你亲自导演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创作。那些空心镜像，那些循环的困局，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脚本，都只是你灵魂画布上的背景和素材。不要再等待了，那个更有力量、更富足、更自由的你，不在遥远的未来，它就在你下一次毫无逻辑但遵循内心的选择里，在你下一次不再追问值不值得的行动里，在你忆起自己神圣使命，并选择为之闪耀的每一个当下。你就是那个你要等待的英雄，你就是那个能改写一切的答案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